機車引擎聲在通往西子灣的蜿蜒山路上回盪。隨着海拔緩慢爬升，一邊是波光粼粼的台灣海峽，另一邊則是草木叢生的壽山山壁。若是往常，這段路是極佳的約會勝地，但此刻坐在後座的許彥君卻覺得後背竄起一股寒意，像是有一塊冰直接貼在脊椎骨上。阿偉，你有沒有覺得後面變重了？彥君的聲音有些發顫，他死死攥着那串黑檀木佛珠，指尖因為過度用力而發白。廢話，我就感覺到有個黑影疊在你背上。劉俊偉頭也不回，油門直接催到底，機車在山道上壓過一個急彎，你佛號別停。那東西正試圖蓋住你的肩膀，別讓它得逞。彥君閉上眼，腦海中不斷浮現南無阿彌陀佛的莊嚴形象，口中低念着佛號，但他能感覺到後座的重壓感越來越明顯。透過機車後視鏡的餘光，他驚恐地發現自己的影子在夕陽下竟然顯得扭曲臃腫，仿佛影子的邊緣正長出一雙細長的手臂，緩緩爬向自己的脖子。靠北啊，干！彥君坐好了，冲啊！快到了，看到紅燈了沒？劉俊偉猛地剎車，機車刺耳地停在了一座依山而建、紅磚斑駁的古老廟宇前。鼓山靈興殿18王公廟，廟前的石階在暮色中顯得有些陰沉，幾盞紅燈籠隨風搖曳，透出的光芒在那種冷暖交替的時分顯得格外鮮紅。這裡供奉着17位壯士與一只忠犬。其香火雖不若市中心的大廟鼎盛，卻在當地口耳相傳中有着極強的鎮煞之力。正當兩人準備下車衝上石階時，許彥君的手指不經意碰到了那串黑檀木佛珠，剎那間，整串佛珠竟像火燒一般突然發燙，緊接着啪的一聲脆響，穿繫珠子的紅繩毫無預警的斷裂。靠！佛珠像炸開一樣滾了一地，在石板路上彈跳着。靠！劉俊偉驚叫一聲，急忙彎腰把散落的佛珠一顆顆撿起來。他看着手中斷裂的紅繩，臉色變得極其難看。這串佛珠跟了他多年，從沒發生過這種事。快走，先進去再說。兩人連滾帶爬地衝上石階，直奔大殿。一踏入殿門的範圍，一股渾厚的檀香味撲鼻而來，那種壓在背後的沉重感猛然一鬆，空氣中仿佛傳來一聲極其細微，如同紙張被撕裂的凄厲叫聲。呼！彥君撐着膝蓋劇烈喘息，汗水早已打濕了背心。甩掉了嗎？劉俊偉沒有回答，他神色嚴肅地看向大殿外的空地。在廟門外的青石地上，那一團扭曲的黑影並沒有消失，而是像一灘濃墨般在地板上瘋狂蠕動。黑影沒有具體的五官，卻能讓人感受到那股強烈的怨憤與貪婪。他似乎礙於神威，不敢跨入大殿門檻，只能在門口徘徊，像一頭盯着獵物的餓狼。還沒走，那東西盯上你了，這執念強得離譜。劉俊偉臉色難看，低頭看了一眼手中撿回來的還帶着餘熱的珠子，剛才若不是有這串佛珠壓着，你的氣早就被他吸乾了。我到底哪裡得罪他了？就因為那幅畫。彥君看着門口那團黑影，心中那股隨性的性格終於被逼到了極點。我只是去喝杯紅茶而已。這世界變了，彥君。劉俊偉走到香案前，
熟練的拿起3炷香點燃，遞給燕軍。這不是普通的小鬼，是非常強大的靈。你身上那股氣太乾淨，在他們眼裡，你就是一尊行走的滿漢全席。燕軍接過香，看着大殿中央威嚴的神像，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他後頸處那塊被黑石撞擊的地方，正傳來一陣陣有規律的跳動，像是在與眼前神像散發出的威壓產生某種奇妙的共鳴。跪下，求王公保佑！刘俊偉低聲喝道：“我来起個頭，看能不能請王公下旨，把這髒東西給收了。”燕軍一言跪下，雙手舉香過頭。就在他閉目祈求的一刻，他並未察覺門外那團黑影已陷入了瘋狂。那黑影似乎察覺到了危險，竟然冒着被神威焚毀的風險，猛地拉長了身軀。那扭曲的墨色化作一道極細的黑色細線，順着石板間微小的縫隙，如同一條陰毒的長蛇，朝大殿內瘋狂刺來，目標直指許燕軍的後背。這個影片就到這裡結束，不要忘記幫我按讚、留言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下次會更努力製作，期待您再次觀看。